今天田仓铺板终于实现了流水瀑布供氧，没想到供不应求。山崖瀑布水井池经过打造基础功能已经形成，过滤池通过翻水实验后封板成了难题。为此听从大家的建议，用防腐木材料来做盖板。因为过滤池经常会打开清理维护，盖板只能做成活动的，怎样既能方便打开，也能保障安全，成了改造的难题。木板想要砌平地面，过滤池的藻平就成了关键。我硬是拿着水平尺，比着葫芦画着勺，一块砖一块砖的比划着才砌出来。想要木板既能活动又能稳固，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家里的粮仓，木板两侧用铝合金固定，做个简易的限位卡扣。平铺时砖墙就能限制它左右的移动，解决了左右，上下就要简单很多了。木板两侧有 U 槽，就用这种 H 型材固定在一侧，相邻的一张木板正好与它咬合。防腐木长度是2米的规格，为了确保木板受力分布均匀，每块木板都需要平稳地放置在3面墙上受力。过滤池形状并不规则，单独切割很难保证最终安装的精准与美观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技术不够只能工具来凑。这种防腐木材质坚硬，整个切割过程就像在云雾里一样。切割之后右下角还缺个3角，刚刚切下来的多余的部分刚好能拼上。木板是横向平铺，最外侧的木板就用螺丝固定在墙上，避免移动。平时要检修，就从内侧按照顺序依次拆掉。考虑到防腐木的重量，这样的办法算是相对便捷的。下一步就要解决水池供氧问题，在基础浇筑之前，就用 PE 管在池底分别预埋了4处氧气口。因为水位和制氧气不防水的原因，供氧机最终放在了远离鱼池且有遮挡雨的墙边，再用一根2.5的 PE 管接通，就解决了气源问题。出气口之前预埋好了4口，安装上气盘我们就可以测试了。翻车总是猝不及防，气盘是6分的，而预埋的是4分接头口，一时半会儿到不了。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气氛，找到了4分的外丝和6分的内丝，焊接在一起，先安装上，控制住场面。气盘的直径是300，原本设计安装后是可以贴地的，误打误撞安装成了悬浮的。现在我们把气泵的软管接上开机测试，看看会不会翻车。完蛋了，为什么在喷水？气盘还是有压力。拆下来看看，有可能是之前满水测试从阀门流进去的。放点水看看是什么个情况。兄弟们还是有效果的哈，看一下这个气泡。这个气流还是比较足的。等水灌满才能测试4个气盘的效果。先解决水质过滤的问题。过滤池虽然通过了水循环测试，但是在空舱的情况下，添加了过滤材料肯定会影响到它的流量和速度。放材料之前先制作 H 拔罐，长的就是拔管，短的是出水管。为了让低吸进来的水不影响到沉淀舱的稳定，用钻孔的方式在出水管的3个面各钻了1排孔洞，这样既能保证水流的稳定，又增加了出水的效率。为了方便之后清理维护，拔管我用变筋把110的变成了50规格，最上端安装上一个3通，就形成了梯形。这样在拔管时不仅手有了受力点，拔管也变得轻松高效，插管也更容易对位。过滤池在放材料之前，先给毛刷仓做个简易的支架，不锈钢方管固定在毛刷仓两侧，圆管再放上面，不仅能确保毛刷不会触及仓底，又能在清理时方便取出，一劳永逸。毛刷展开的直径是10厘米，长度我选的是1米规格的，这样毛刷挂着仓底还有30厘米的架空区，有利于水流的稳定。毛刷仓放满还多了几条，就挂在沉淀仓空荡的地方。下个仓放的是藤棉，这种材料颜色有几种，像是功能有区别，我也是小白不太懂，选了3种颜色混合搭配，先试试水。生化仓的滤材就用黑色的火山石来替代了，这种火山石表面也有很多孔洞，可以满足菌群的需求，也不用担心粉化。最主要对比其他生化过滤材料性价比高，火山石形状是方形的，中间也加工了很多洞孔，透水性也不言而喻。旁边这个异形小三角正好放瓶推泵和杀菌灯。水井池到了这一步就还差灵魂了，如果能让水从山崖上流下来，不仅能增加水池的活力，也能让石壁变得生动自然。石壁距离最高水面有3米左右，落差不够只能宽度来凑。石壁是左底右高的走势，如何确保水流平稳成了难题。找了一根75的 PVC 管，在上面钻了1排小孔，用来控制水流的方向和速度。固定上我们先试一试。翻车了。第一次测试失败，可能是钻的出水孔太小，导致压力过大，接头都冲开了。现在我们把出水孔加大再测试。 OK， 第2次测试。果然实验就是最好的方法，加大孔洞就解决水压的问题。之前这里的石壁是加固过的，不用担心会风化或者有泥土冲下来。5米宽的水流量和预想的效果还是比较接近的。OK 了，现在水池到了最高水位线，距离地面只剩5厘米的距离了。我们测试供氧的效果。4个气盘同时打开就是这样的，气流动力还有点偏小，这里可以控制每个气盘的出气量。我们试试只开一个气盘的效果，像不像锅炉烧开水？看来还要加大气泵的流量。现在测试过滤仓的情况，添加了过滤材料，翻水的水量还是比较稳定。水池的水通过3个低吸和2个面吸到沉淀仓，面水通过翻水管依次流入毛刷仓、藤棉仓，最后到生化仓通过水泵流出，实现水过滤循环。水泵水流1小时55方左右，水池水量在80方，循环一次差不多要1个半小时。
Dee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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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ep,